我们来到了中国俄罗斯边境的一个小镇虎头镇。这个小镇距离俄罗斯只有一河之隔，这条把中国和俄罗斯国界划分开的河就是大名鼎鼎的乌苏里江。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前，乌苏里江是中国内河，而现在乌苏里江则是中俄界河。乌苏里江发源于我们刚刚离开的新凯湖，这条河从新凯湖东北角发育出来，而后朝北流到虎头镇，在这里它才被正式的称为乌苏里江，所以虎头也是乌苏里江的起点。继续向北流去，乌苏里江在中国东极、抚远和黑龙江河流，最终穿过广袤的东北亚地区流入太平洋。乌苏里江全长905公里，鱼资源很丰富，江中的大马哈鱼更是远近闻名的美味。冬日的乌苏里江已经变成了一条冰河，厚厚的冰层覆盖在冰面上，河边也有很厚的积雪，而河对岸就是俄罗斯。离开了乌苏里江起点，我们穿过虎头镇，朝着珍宝岛驶去。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开始今天的旅程吧。我们在这个虎头镇住了一晚上，早上刚刚起来，看这会儿零下23度，看我们车里所有的水啊，看这个挺好的，冻的一点点液体都没有，全都是凝固的。狒狒已经全副武装了，太冷了。我车里面放的这个护手霜也挤不出来了，冻成块了都。车里面都哈出来蒸汽了。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地方，车停在这儿，车后面全是雪。昨天倒着后面就到雪跟前了。看这雪啊，我的身高是1.70米，这个雪应该得有1.5米了，跟我们车后面已经平齐了，特别厚。前几天有朋友在留言区说是想问一下冬季来东北这边要穿什么，那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最外边穿的是一个充绒量在325克，然后蓬松度800+的一件羽绒服。这个羽绒服呢，反正我在西安极少穿，一般西安最冷的零下7、8度会穿一次，而且里面穿是短袖，外面套个就出门了。那在东北的话，目前这个羽绒服还是很可靠的，没有冷过啊。那就从下到上给大家看一下我穿的啥哈。首先是脚啊，脚是个雪地靴，这个雪地靴我买完之后在西安就没穿过，几乎是新的。来到这儿之后啊，雪地靴里面还套了一条特别厚的羊绒袜，就基本上可以保证不冷。然后文涛是穿的羊绒袜加了一个普通的一个运动鞋，他那个鞋就是在室内可以，在外头走着路也还可以，但是只要人站那不动，马上就冻脚了。再看一下我的裤子吧。我的裤子我最里面是穿了一个薄的加绒打底裤，外面穿了一个这个羊羔绒的这个外裤，我就穿了2条裤子啊，也是可以了，不冷，是因为我穿的都是这种长款的羽绒服，把腿都挡着了，所以脚和腿都不冷。然后再看一下上身啊，我给大家描述一下，我最里面穿了一个贴身的薄加绒打底衣，在上面穿了一个厚的打底衣，在上面就是一个红色的这个厚毛衣，在外面是我的厚羽绒服。这样穿下来哈，在我们目前到过的最冷零下30度左右，长白山山顶零下30度的时候，可以保证是不冷的，但也没有说是多么的暖和哈。其实最冻的就是这个脸和手，凡是你裸露在外的皮肤都很冷。但是这个脸每天只要刮起风，就像无数的小刀剌一样，是的，特别冷。那今天呢，来到了虎头镇啊，我就把我这个帽子戴上了。戴上之后呢，它特别好，嘴、脸、耳朵、头，还有这个围巾，能再缠一圈再勒紧，就全给包上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唯一就是差一双手套了。车里现在也有手套，最好大家来东北买那种防水的，因为来这边要玩雪嘛，防水保暖就 OK 了。好了，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哈。我们现在呢就在虎头镇转一圈。这个虎头镇其实很有名，这边已经位于珍宝岛国家湿地保护区了。
那我们现在距离乌苏里江就是中俄边界那儿只有大概800米了。那我们很熟悉的、很有名的虎头要塞也在这儿。虎头要塞就是和东宁要塞一样，都是当年侵华日军在我们中国境内建的。它主要是为了防止苏联袭击以及准备在进攻苏联的一个军事要塞。那东宁要塞我们已经去参观过了，而虎头要塞是在维修中的，我们现在还去不了，所以我们就带大家在虎头镇转一转，去乌苏里江的江边玩一下，走吧。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多冷哈，狒狒在说话，我举摄像机举了1分钟就得换一次手，就冷到这种程度，手就冻得开始发疼了已经。其实这会儿已经是，我看一下表，这会儿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点12分了。而天亮得早，9点12分跟我们西安那边11点差不多。这会儿太阳照在身上还挺暖和的，但是扛不住这个裸露在外的皮肤，还是像小刀剌一样。上车，走吧。耳朵手已经冻僵了，快上车吧。这就是虎头镇了。整个镇子呢，面积倒是不小，但冬季因为没游客，也没多少人。这边听说夏季很热闹啊，全是来旅游的。看这镇子上的酒店不少呢。哇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，对面的那个连绵的山就是俄罗斯的了。太冷了，这边已经特别接近中国的东极抚远了，所以这儿天亮特别早。这边夏季3点天就亮了，冬季最晚也到6点多也就亮了。好山好水，冰雪情调，美景美食连年有余。很多人来虎头镇这儿就是为了品尝一下乌苏里江的鱼。乌苏里江的鱼特别有名啊，这虎头镇两边啊，街道两边全是鱼馆，一半都是鱼馆。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冬季啊，捕捞有点困难，因为乌苏里江全结冰了嘛，所以它这些鱼馆都关门了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白白的就已经到江边了。乌苏里江水，啦啦啦。没有游客，就我们俩。我们俩又把这个虎头镇包场了。这边啊，夏天的时候还是很旺的。对，酒店特别。看这两边全是鱼馆。酒店对。江边的鱼馆听说价格很贵。夏季4个人来的话，吃一顿鱼得个好几千呢。对，大家吃的话尽量不要去江边吃，这是昨天一个我们吃饭的老板娘给我们给的一个意见。对，这条路就已经沿着江边了，看一下地图就知道。全是鱼馆。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乌苏里江，我们现在就在江边行驶，而江对岸就是俄罗斯，特别近。这会儿被林子给挡着了，看不到江了，能看到一点点。哎，江出来了。就给这个位置啊，也太近了啊！我们现在我们都能看到对面俄罗斯的树林了，超近。越境违法，越境违法，被抓就坐牢。抓就坐牢。现在这个就夏季还好，毕竟隔了个江。这个冬季啊，江都结冰了，走着就过去了。哇，这雪好厚呀！慢点，别滑倒。太滑了。大哥，你们也是来旅游的？来玩的。哦，这冬天感觉有点冷啊。这地方是风大。啥也看不着，没有水。冬天就是。那个对面有俄罗斯吗？对。咱们是不是不能下去？这么近，就隔几百米。哎，你有点坐就是。那这冬天结冰了，有没有人跑过来？你看，它都是杆槽，我们底下全是杆槽。还有摄像头呢，都能看着啊。哎，下面有个越野车在江上开呢。这边是一个那个冰雪乐园，跟松花江上一样，可以去玩那个雪地摩托啥的，好像。那现在江边的鱼馆就没有鱼供应了，是不？鱼有鱼，买的哈。买。他也是夏天养弄那个水养的。水养的哈。不是江里打的哈。有江。他们现在也有东部，也有东部，有，他这个地方有渔民，对，渔民可以，他们是可以，冬鱼的，对，可以，对。夏天还可以坐船是吧？对，夏天可以坐。挺好，我们是。坐船你坐一圈。我们啥时候下次夏天过来坐船玩一玩？那咱们一会儿下去就是只能在这个区域玩是吧？对，就只能在他圈的这个，不能过那个栏杆啊。那个栏杆那面就是人家俄罗斯了哈。就这个江咱一家一半呗，是不？算是。
我想确定一下这个冰雪乐园是不是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了。你看哈，我们现在左手边这条白白的江就是乌苏里江，我们和俄罗斯的这个分界线就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江啊，整个就几百米宽，而这个游乐场占到一半了。它那个黄色栏杆围的那个最边缘那个区域，其实我感觉已经到江的中心了，对吧？基本上已经把我们这一边都利用上了。真冷啊，在江边湖边，我们之前在新凯湖那边也是冻得够呛，在乌苏里江旁边更冷了。其实这边夏季特别好看，我看别人拍的照片啊，因为这边是珍宝岛的国家湿地保护区，然后夏季的时候有很多的候鸟，还有一些植物、水草什么特别美。然后夏季他们来的时候呢，可以坐船，从整个乌苏里江上飘一飘，然后船上还有那个船工在唱乌苏里江水，就还挺有情调的。冬天来呢，就是冰雪世界。不过呢，这个江边现在也弄了这种游乐项目，但我跟涛哥在哈尔滨玩过，现在是不想玩，那个手啊脸啊太冷了。涛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乌苏里江的水啊，是新凯湖来的。新凯湖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湖泊嘛，在这个湖泊呢，它的东北角那块儿。然后水从那个地方流出，汇成一条河。那条河再往前流着流着，就到了乌苏里江了。那乌苏里江的水其实就是新凯湖过来的。乌苏里江再往前面继续流啊，到抚远那个位置，就快到黑瞎子岛那儿。和这个黑龙江就汇入黑龙江了。而我们接下来的行程也是沿着这个乌苏里江在走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到珍宝岛，就是我们国家曾经和苏联爆发过战争的那个珍宝岛。从珍宝岛呢继续再往北，再走大概几百公里就会到达黑瞎子岛。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行程，全程沿着乌苏里江。那这边有游船售票处，夏天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坐船在乌苏里江上巡游。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壮士能从这儿走下去。这得滑下去吧？这每一个台阶都是带坡度的，而且已经看不到台阶了，都被雪盖了。其实下面的这些做生意的大哥啊，赶一天也没几个生意，因为我俩在镇上住着，就没见几个游客。是的，冬季又没有人来这边。冬天来这儿玩的特别的少。而且我发现昨天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啊，那个老板那个姐姐就一脸就不可置信，你们冬天来这儿旅游？就看我们就跟看傻狍子一样。给大家看一看对面俄罗斯的风貌，全是小树林啊。然后中间呢，这条江就是乌苏里江，现在已经变成白茫茫的一条冰河了，里面有很多的鱼。大家想吃的鱼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江边吃鱼。其实我们这一边也是树林，就乌苏里江它两侧的这个风光是差不多的。对，只是呢，我们这儿开发旅游之后建了很多房子，他们那边就啥也没有。对，这边还有一个游船售票处，上面写的虎头到鸟岛，虎头到珍宝岛。虎头到珍宝岛有点远了，有点远的。这个位置到珍宝岛，我看我们开车走331国道是70多公里、80公里。对，那就算是走这个河啊，那也得几十公里来。对，他这个一会儿问问那前面的大哥，这真的能夏季这样走吗？不过也挺好玩的啊，要真能走这么远的话，坐着船看着中国和俄罗斯两边国家不同的风貌，还挺好的。小心脚下。刚刚过去的这个阿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，说，大家来虎头镇呢，除了来乌苏里江边吃鱼之外，还有去玩虎头要塞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天下第一湖，我这个藏在树林里，我俩刚都没看着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啊？就在这里，超大的一个雕塑，但是现在应该也是关了。现在在从虎头去往珍宝岛的路上，其实有一条大路啊，国道331可以走，但那个路在外围比较绕。我们俩现在找了个新路，穿到林子里面来了，离边境线非常近。再沿着这个乌苏里江这个方向再朝北走，但是现在这个路啊，看着又不太乐观了。本来路上的雪挺薄，
到了这儿之后，这条路一看就是很少有车走。你看，路两侧这个雪特别厚。这个路的问题是我们一个车走，当然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如果对面来车要会车，那就非常难了。这两边的雪很厚，应该得在个50公分左右。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先走了啊，已经到这儿了。